此时的红色守卫已经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囚犯，被关在苦寒之地西伯利亚的监牢里。这个曾经的超级英雄，现在每天只能和人掰手腕打发时间。他突然收到了广播通知，有人给他寄了包裹，但是包裹早已经被狱警拆得稀碎。红色守卫以为又是哪一个粉丝给他寄的礼物，因为里面有一个他的玩偶玩具。看着曾经自己的鹦鹉形象，红色守卫有些不胜唏嘘。可没想到玩具的头突然弹了出来，他发现玩具头里另有蹊跷，原来一个耳机藏在了头里。红色守卫看四周没人看他，偷偷把耳机戴了起来。原来是奈塔莎两姐妹给他寄的包裹，而此时两人已经驾驶着一架直升机飞到了监狱上空，为了营救他，还远程破解了监狱的铁门。红色守卫眼看逃跑的机会来了，但是他并不急着出去，反而是想要先出一口恶气。红色守卫按照奈塔莎的指点一路闯出了监狱，力大无穷的他一脚就踹开了大铁门。而这时无数狱警也来到了高台上，红色守卫想要爬上去，却被人一把电击打了下去。眼看光靠他自己逃不出来，娜塔莎决定亲自下去救他。娜塔莎在下面和狱警搏斗，坐在飞机里的叶莲娜也并不好过，数名狱警朝她的直升机开枪射击，打得她左右来回摇摆。而这个时候，一个哨塔上的狱警直接使出了重机枪，对着直升机扫射。叶莲娜被打怒了，索性离开了驾驶位，操起一架火箭筒对着哨塔就是来了一发。哨塔直接被炸得灰飞烟灭。叶莲娜刚觉得自己的做得真棒，可没想到她刚才这一下引发了雪崩，四周山峰上的积雪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向处在谷底的监狱。时间刻不容缓，眼看大雪就要淹没此地，娜塔莎赶紧抓住吊绳飞身去救人，终于在大雪淹没红色守卫之前把他抓了起来。被救出来的红色守卫异常的兴奋，看见两个女孩，他恢复起当爸爸的感觉，像一个怪大叔似的喋喋不休。可两个女孩对他却很厌恶。娜塔莎救他只是想知道红屋在哪里，可红色守卫却告诉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也许应该去问问他们的妈妈梅丽娜。到现在为止，两姐妹才知道，曾经做过他们3年假妈妈的梅丽娜，竟然是红屋首屈一指的科学家。没有了汽油的直升机直接降落砸到地上，3个人只能徒步去找梅丽娜。红色守卫还在像一个讨人厌的老爹一样不停说道，而两姐妹则像一对正在叛逆期的女孩，对她异常的嫌弃。可越是这样，红色守卫越是像一个老爹，他把两姐妹还搂在了怀里，气得内塔莎一把推开了他。3个人就这样一路走到了一个农场，他们终于见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最后一个成员，妈妈梅丽娜。没想到21年后，这一家人还会再次团聚。3个人被带进了梅丽娜独居的房子里，每个人都心情复杂，思绪万千。红色守卫勉强穿上了自己当初的红色制服，这一家人又像当初一样一起坐在餐桌前。曾经的爸爸妈妈似乎还想营造出当初的家庭氛围，可娜塔莎不想再继续这样虚伪可笑的假象。而就在他们几个人争吵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注意到小妹叶莲娜的情绪崩溃了。她一个人拿着酒跑进了里屋，当爹的红色守卫于是进去安慰她。现在只剩下娜塔莎单独面对梅丽娜，她知道眼前的妈妈是假的，但是她却从书架上发现了当初那一本相册，梅丽娜竟然一直带在身边，而梅丽娜也是身不由己。虽然她是一个科学家，但是她自己也像一只小白鼠，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，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安排做事。而他做的最新的一件事就是已经通知了红屋，马上就会有人立马赶来。娜塔莎听到这里流下了绝望的泪水，这一切终究还是假的。而另外在里屋里的2个人，没想到红色守卫对小妹还是有点办法，他唱起了叶莲娜小时候最喜欢的歌曲，惹得他咯咯直笑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外突然强光大盛，他们这个房子已经被黑寡妇部队包围了。红色守卫戴上头盔还想出去迎战，结果从窗外射进来一支麻醉针。叶莲娜赶紧拿着枪来到客厅，她在地上发现了昏迷的大姐，而她一转头，竟然看见了穿着制服的妈妈梅丽娜，原来她也是黑寡妇。I'm sorry。红色守卫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坐在飞船上，坐在驾驶位的梅丽娜告诉他1分钟之后就会着陆到达红屋。红色守卫这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知道红屋的具体地址，因为它是一直漂浮在空中。梅丽娜来到了红屋的核心区域，领导人德雷克夫的办公室。德雷克夫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，他死近距离盯着眼前的老部下，竟然一眼就看出了破绽。他伸手在梅丽娜的脸上按了一下，就撕下了对方的假面具。原来眼前的梅丽娜竟然是奈塔莎假扮的。而另外一边被关在牢房里的红色守卫，突然发现玻璃牢门一下子打开了，而站在他面前的奈塔莎也撕下了面具，她竟然是梅丽娜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这母女2人设下的局，就是为了能安全进入到红屋内部。而在梅丽娜的指点下，被绑起来要做手术的叶莲娜也挣脱开束缚，打倒敌人。就在这一家人想办法破坏红屋回到地面的时候，娜塔莎还在办公室里和她的仇敌德雷克夫对峙。而德雷克夫确实和他也有深仇大恨。原来在奈塔莎刺杀他的那一天，他的女儿也进入了他的办公室。娜塔莎亲眼看见，却没有终止刺杀计划，眼睁睁地看着办公室爆炸了。但没想到那一次刺杀竟然没杀死德雷克夫，也没杀死他的女儿。德雷克夫走到了模仿大师的身前，让他摘下了头盔。
一个脸被烧焦的女人站在奈塔莎面前，原来模仿大师就是她德雷克夫的女儿。在那次爆炸后，德雷克夫在女儿脖子后面植入芯片，从此让她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工具。德雷克夫让模仿大师出去干掉其他几个人。娜塔莎立刻掏出了手枪对准德雷克夫，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，因为他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他。可没想到德雷克夫根本就不怕，而娜塔莎竟然发现自己也无法开枪，他的枪轻松地被德雷克夫拿了过去。娜塔莎又抽出匕首想捅过去，但也行不通，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无法伤害对面的老狐狸。原来娜塔莎在自己还是红屋黑寡妇的时候就被植入了一种性激素，只要她闻到了德雷克夫身上的气味，就不能对他实行伤害行为。德雷克夫开始痛击娜塔莎，现在这个女人就是他砧板的鱼肉，任他宰割。可没想到被揍了好几拳的娜塔莎不怒反笑，这一下把德雷克夫搞懵了。就在他疑惑的时候，只见娜塔莎突然猛地将头砸向桌子，将自己的鼻子砸得鲜血直流。原来他已经找到了破解德雷克夫的控制之法，只要鼻子闻不到气味，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就在他痛扁德雷克夫的时候，一群黑寡妇突然赶到制止了他。眼见情况不对的德雷克夫像个老油条，赶紧带着控制器开溜，他把奈塔莎留给黑寡妇解决掉。而此时的红屋底座引擎已经被梅丽娜炸毁破坏，开始慢慢解体，随时都会爆炸。而奈塔莎以一打十，一个人对打一群黑寡妇，可他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，还是抵挡不了对方的群殴。他被人架了起来，被对方所有人一拳一拳地围着打，眼看就要命丧当场。突然一团红色烟雾在空中爆开，原来是叶莲娜赶到了，她丢了一沓药剂在空中爆炸，让在场所有的黑寡妇解除了被控制。所有人都清醒过来，娜塔莎也获得了解救。而这个时候突然一声爆响，红屋开始崩塌了。娜塔莎让所有人先走，她要留下来解除掉全球黑寡妇的控制权。她按照刚才观察德雷克夫的操作输入了指令，不管身边如何的爆炸，她一直亲眼看着所有的女孩都获得了自由才离开。而这个时候房子内部也开始大爆炸，娜塔莎抽出双枪击碎玻璃墙，一跃而出，最后牢牢地抓住了栏杆。而她看见了罪魁祸首德雷克夫正在士兵的掩护下准备登机逃跑，怎么能放了他离开？这个时候叶莲娜也出现了，她一路狂奔跳到了德雷克夫的飞机上，为了阻止坏蛋的逃逸，她决定牺牲自己。她狠狠地将铁棍插进引擎里，引起了爆炸，而她自己被弹了出去，整架飞机变成了一团火球在空中爆炸。德雷克夫这一次终于是死翘翘了，而奈塔莎则捡起地上的降落伞，快步从平台上一跃而下，她要去解救坠落的妹妹。她急速降落，终于一把抱住了叶莲娜，然后拉开降落伞。就当她以为终于安全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模仿大师正在快速向他们冲来，娜塔莎只能一把推开妹妹，自己和模仿大师在空中展开了最后的搏斗，两个人从半空中一直打到了地上。眼看模仿大师对自己锲而不舍的追击，奈塔莎觉得不是办法，她冲过去骑在对方身上，弹开对方身上的按钮，解除了模仿大师的头盔。眼看对方还要冲过来杀自己，娜塔莎一把砸碎了地上的红色药剂。模仿大师终于停止了攻击，清醒过来，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，一直以来被自己的父亲当成了杀人工具，现在他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娜塔莎在废墟里找到了叶莲娜，这个时候她终于不嘴硬了，她后悔应该早点去找这个妹妹，对她来说，这种情感是最真实的。叶莲娜就是她的最亲的妹妹。父母两个人也蹒跚走了过来，这一次奈塔莎没有再嫌弃她那个讨人厌的老爹，这一家人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一家人。但相聚总是短暂的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神盾局的大队人马来了，娜塔莎让家人先离开，她知道这是来找她的。现在的奈塔莎内心不再阴郁灰暗，反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能量，因为她有了坚强的后盾，她可以继续一往无前地面对更大的挑战。